兄弟。这是民宿付的早餐券，然后早餐吃完我们就会去骑车。好，第3天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摄影机 Insta360X5。你称点啊？好像。调一下称点，是前轮还是后轮？是后轮吧？你扶着，有一点点。好，再试一次。哦，好了吧？好 ，OK。好，第3天出发。今天我们第3天的行程是要去五界部落探索。今天行程也会是这3天中最轻松的一个。好累哦。昨天疲劳累积到今天哦。哇！昨天我们爬了4600，骑北进武岭，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天。但我们等下就要爬第一个坡了，爬升750公尺。看完上次的几上奇迹上集之后，我们因各位观众的热烈回复，马上推出一个下集啦。上集涵盖了本次5天4夜旅程的前2天，从台北骑到南投。接下来的3天会持续前往我们的目的地，也就是位于南方的历史古都台南。如果还没看上集的，记得先去看哦，这样可以更完整的跟我们一起体验这一次的壮游。回归正题，我们昨天刚骑完总长186公里，爬升4600公尺出头的北进武岭，而且还是背着我们5天4夜的行李，跟车子加一加，应该有接近20公斤哦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探索旅程，即将前往南投的五界部落去一探究竟。那就跟着我和我台大学长浩之继续往深山前进吧。哦，这边就有通往秘境的感觉咯。C 说他今天状况不好，我们就姑且陪他慢慢骑一下。就他昨天没有什么信用，最后那个3158咖啡之后，我跟他说一鼓作气，把它骑完，我要慢慢骑了。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一鼓作气把我海放了。现在目前是16%，好陡啊！哇，一堵墙哎！大家这样看得出来吗？一堵又一堵的墙啊！技术快不行了。现在好像又好一点。哎，你看，哎呀，果然是没有信用的人啊！本来预计要骑五界部落，然后绕到奥万大那边，但是因为我们昨天骑过人子关那边了，然后本来我们就是预计规划骑另外一条产业道路，只是那时候怕下雨或者是天气状况不好，那边路面会比较危险，所以我们改成从雾社那边下滑。但是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就按照原定计划，从旧的产业道路那边去看五界部落的风景。五界检查哨，这边要右转哦。有没有看到这个岔路？哦，来喽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探索路线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本来因为担心路况的关系，我们将原定计划改成从五界产业道路，也就是头71，先穿过卓社隧道到五界部落，再沿着头83骑到雾社水库，接着就会穿出来到雾社了。最后再骑过人子关，就会回到埔里市区。我们骑这种人烟罕至的路线时，通常都会先用 Google Map 街景看过一次，但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适合了，我们还是想依照我们原本规划的探索行程走。原本的规划会在卓社隧道前，经过刚刚那个 Y 字岔路口，转上另一条五界产业道路，爬到坡顶之后，会接一段 5.3 公里，平均坡度-12%的下坡，接到五界部落之后再爬回南投。今天的路程总长37公里，总爬升1230公尺，是3天之中里程最短，也是我们唯一不用背行李的一天。因为快到坡顶了，我们爬了也快1000了，这边海拔是1300，这边路面状况都其实还算蛮不错的。
等一下我们就会骑到一个比较具挑战性的路线，据说是 Dirty Formosa 有骑过的路线。在100公尺要左转。哎呦，这边对。嗨！哦，干，差点被狗追，他们没有绑链子，靠背。他们有绑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啊，我看没有我才加速的。哦，拍一下。哇！茶园非常漂亮，该从那边骑上来的。石头，好的风景是值得努力去看的。很陡哦，好像要到坡顶了。这个下坡前面有蛮多个发夹弯，要小心的，大家就慢慢下哦。我走前面哦。好。一路该从那边下来，那终于到是茶园了。哇，完全没有人的秘境啊！安全下装，这边就是磨练我们技术的时候了。像叔叔有在练，但叔叔才19岁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探索行程也结束了。本来预计要骑60几公里的，但是后来我们选择了这条比较难骑的产业道路，但是结论来说是非常值得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民宿，我们也买一杯饮料回来，等一下可能可以睡个午觉。好喝。今天晚上来吃牛排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牛排，然后可乐饼、起司条，然后白饭。刚这是已经吃一半的铁板面，然后这是浩之的鸡腿排。好，让你吃啊。观众先吃，这个可以烫熟，但还少了一个味道。玫瑰盐，你往反边转，有没有？哦，有。好，终于到了第3天，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 bike trip 要带的东西是哪些了。车上用品的话，从头到脚就是安全帽、车衣、裤子、背心、雨衣，还有袜子，这些东西就是在车上用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我们骑完车还要去吃饭，还要去买东西，要在外面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些家居用品啊，像是衣服、内裤，还有袜子。卫生用品还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也是带了牙刷。除此之外，在单车上，我们骑这么长距离都是要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需要相当多的工具，像最基本的气瓶嘛，气嘴转接座、挖胎棒、内胎，还有6角扳手，这些都很重要。我们最后一天，因为我们要搭高铁回台北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吸车带，以防到时候被高铁的站务人员拦下来，不能上车就尴尬了，就要自己骑回去。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是长距离的骑乘，2个长距离的法宝，一个是护体霜，也是我们俗称蛋糕，还有防晒，
这两个东西都可以有助于我们在骑长距离的时候更舒适。那像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电子设备，像是码表啊、手机，还有摄影器材，我们还需要就是充电线、行充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那身为一个单车 YT， 摄影器材也是一个都不能少。像是我这次带了3台摄影机，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这台小台的，是我之前使用的 Insta360X4， 然后还有我手上的这台 Insta360 Ace Pro 2， 现在的摄影器材全部都是用 Insta360 的，非常的赞。胸背这个是前面的转接座，挂360摄影机的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前几天还买了2个泡面，还有果胶也是很重要嘛。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塞在我们的重泳包里面。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塞进去？主要就是把不会用到的东西会塞在比较下面，会用到的东西塞在比较上面，这样就可以减少你把所有东西翻出来的次数。好，现在就准备要跟大家介绍我这次出来 Bike Trip 的大魔王 Insta360X5。像是我之前也有用过 Insta360的360度摄影机，就是这台 X4， 它这2台的画面大小还有镜头大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像是我之前有了 Insta360 Ace Pro 2之后，我就比较少用这个360度摄影机，因为它的360度摄影机，它的画质就算是 4K 的，它其实是个球面。那如果我们要截取出其中一个画面的话，它的画质其实是会被缩减的。但是这台360X5 大幅的提升，大幅的惊艳我。那我现在就一一跟各位说明，为什么这台 Insta360X5 才是我们这次 Bike Trip 的大魔王吧。昨天整理完的行李就会变成这一包加上这个车把包。首先我们要先固定这个底座，这样穿过去之后把它固定起来。好，固定起来之后，你可以先把它放松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好拉上来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这样脚抵着扣上来，扣上一边之后，另外一边就比较轻松了。听到一声咔一声就扣上了。最后我们要调整它嘛，我们不希望它碰到轮子，所以这时候就把它松开一点。好，这样一边紧了，另外一边把它松开。之后你们看一下，它这边就会有空出一个缝隙了。然后如果觉得这些绳子很烦，它可以缠绕在这边附近，它等下就不会一直飞来飞去，你就可以把它缠好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我们待了2天久的民宿了。这间民宿叫做普里日记民宿。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前往阿里山，也是我们第4天的旅程。希望我们今天1天都能顺利，然后都不要遇到下雨。今天130公里，爬升3000，加油！第4天，我们要继续往南边前进了。我们今天要从住了2天的普里日记民宿出发，沿着中潭公路爬上文武庙之后，再沿着日月潭到水里，继续南下前往竹山。这边就是一个分界线了。后半段的路程会爬2个大坡，第一个是经过南投和云林县界的149县道上草岭，短暂下坡之后就会爬最后一个坡，也就是爬上阿里山的149甲加169县道。这2段坡都是集中在最后的40公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后40公里会爬接近2000公尺。我们今天的路程总长122公里，总爬升2730公尺，是一个先甘后苦的1天。差点忘记，刚刚要跟各位介绍我这次旅行的大魔王 Insta360X5。先从大家最熟悉的画质开始说好了。这台 X5 是 Insta360 最新的 8K 全景相机，有了 AI 3镜片加上更大的感光元件加持， X5 可以在低光源环境下拍出 8K 30帧的高品质画面。如果夜拍都那么厉害了，那在正常环境更不用说啦。运动 HDR 支援至 5.7K 30帧，这代表什么呢？ HDR 在逆光环境下保留更多高光和阴影细节。除此之外， Insta360 在2025夏季为 X5 玩家们带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更新。Insta360 这次推出了影调增强模式，可以让你在导出影片时自动提升色彩表现，让画面更鲜艳生动。
看了这2个分镜，应该不难看得出影调增强模式的厉害吧？说了这么多，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，用摄影机捕捉精彩运动生活的每一刻，请直接到影片备注区点选我的连结，或者是使用我的优惠码购买哦。日月潭快到了，撑住啊 ！C， 你今天有3000要爬，要看到日月潭了。这边就是日月潭的坡顶，我们等下会绕着湖，然后下到水里，继续往嘉义前进。我们去文武庙拍照吧。好，拍完照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继续往水里前进。真的是太赞了，超级开心！完了，这雨来了。这边是我们这几天旅程遇到的第1场雨，糟糕，看来今天下成这样是逃不掉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都有把重要的衣物用防水袋装起来，也就是你们昨天看到垫在工具底下的这个。所以也不用担心衣服湿掉啦。这是鸭子吗？哎呦，太多了吧！口水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下来。似乎要开始爬喽，起点往草岭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再回答一个大家上支影片问到的问题，这边我即将要公开我们究竟是怎么洗衣服的呢？当然就是等下雨天，让雨水把我们的车衣洗干净，然后让风吹一吹就变干啦。好啦，没有开玩笑的。我们每天回民宿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衣服换下来，然后用那种小罐好随身携带的洗衣精来洗。洗完之后就用民宿提供的衣架，看是要晒在户外还是室内哦。超扯的这个风景。看到这边，我真的超级推荐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云林骑这些路线。像是上次我也有跟我 CRT 的伙伴小周、全哥还有小李一起去骑2月的梅山36弯活动。我们现在在爬的草岭其实也在梅山附近哦。还有，如果你看完了上下2集，觉得这支影片有让你满腔热血，也让你们想要马上出门骑你们自己的单车壮游的话，欢迎用超级感谢小小赞助一下我们2位大学生。彼得潘和浩志在这边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哦。哇哦，太夸张了，这个风景。还好刚好下雨，这上面是云雾缭绕，然后也出太阳了。各位，我的摄影机刚刚又不小心跳楼了，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要用这台 Insta360X5 来补足这些单镜头摄影机没有办法拍到的部分，因为我用这个单镜头摄影机都需要拿来拿去，很容易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不小心把摄影机丢掉，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危险。但是有了这台360度摄影机，你可以透过后置来捕捉你想要的镜头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这边也很接近草岭的坡顶，我们也快要完成今天的第2个爬坡。但这边有件尴尬的事情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最后40公里的2000爬升，其实路边是完全没有便利商店的。最后一家便利商店是在竹山的149县道，我们要好好加油，靠着自己的力量继续往奋起湖前进。已经到了坡顶，谢谢，大家加油！好，这边就是奋起湖爬坡前的最后1公里休息了。我在这边好好拉一下筋。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15公里爬坡，要爬接近1000。我们都把大魔王留到最后。今天是先甘后苦。浩志苦吗？
太苦了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剩5公里。爬到快死了，哦，但是很漂亮哎。终于要爬完了，那耗子刚才最后1公里喷走了，真的太超了，但是还好已经到了。竹崎乡到了。这边就是坡顶了，希望耗子等一下会等我。哎，有了有了，看，它真的全走了。啊，下好吧，下好下好。啊，结束了结束了。奋起湖。从山下爬上来，那个路、茶园加上那些树木，真的是非常的叹为观止。今天我就是要用我的双腿继续去山里面探索。那今天是走这个步道，等一下我们走完这个步道回来之后，我们就会在这家 Seven 买个早餐，然后整理一下行李，就可以出发前往台南了。奋起湖便当。这边就到我们的登山口了，我们要从这边，然后爬到这边，上到这边有个好像观景台吧，我们就从这里咖啡厅这边上去吧。先往左边走，你看一下。是可以。我们准备出发吧。第5天，我们现在是要走奋起湖的下滑，今天应该是会是最轻松的一天。挤上奇迹第5天，也就是我们这次壮游的最后一天。老样子，我们也是要先来介绍一下路线。今天的路线是从海拔1600公尺的奋起湖，先下滑到嘉义县，再爬过本次壮游的最后一段爬坡，也就是今天唯一一个爬坡关子岭，最后再经过台南市区，就可以直达我们的目的地台南星光三月。那为什么是星光三月呢？请继续看下去喽。今天的路线总爬升也是这几天下来最少的一天，总长128公里，爬升940公尺。哎，你现在前面我帮你录影。这边有那么一点点欧洲的感觉，一点点。个人私心觉得这边的风景比我们上一集北进武岭的风景好看多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武岭骑太多次的关系，
总觉得阿里山这边的景色，无论是茶园风景，还是植被色彩的丰富度，都把武陵给比下去了。我觉得下次我们也需要规划一个合欢山秘境探索，去骑一些我们平常不常骑到的道路，这样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的脊上奇迹，哪一天最让你印象深刻？还有哪里的风景最赞呢？欢迎在留言区把你们想说的都跟我说。还没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的，记得一定要赶快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你们就不会再错过这种精彩行程的记录了啊！还有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欢迎帮我分享给更多人，把单车的独特体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。对，正式开始爬。今天第一个大坡，关子岭。但这坡其实跟前几天比起来，已经算小菜一碟了。只有7公里，爬升400公尺。因为关子岭是本次行程的最后一个坡，浩之和我内心潜在的战斗魂又重新点燃起来啦。于是我们决定在最后的2.4公里进行一场负重的单挑赛。但因为太认真骑了，忘记按摄影机，等等再把结果给大家看咯。刚爬关子岭了，跟浩之决战，超级累。大家看一下成绩。台南市到了，离我们的目标更近2-3步了。最后500公尺就到了，哇！最后几个红绿灯，加油加油！这快被热到宕机了。台南的太阳真的是太热情了，扛不住啊！哦，看到我们的目的地了，清光3月，扛不住了。我们食物已经到齐了，直接开吃吧。抱歉，刚才吃的太认真，完全没有给大家看到我们到底吃什么。我们吃完就直接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高铁站回台北，结束我们这5天的行程。脊上奇迹大功告成！这趟旅程对于我们2个大学生来说，无疑是一段格外特别的体验。最一开始其实只是一个偶然的念头，原本各自忙碌的行程，某天突然刚好对得上时间，于是我们开始规划、讨论、准备，然后就这么出发了。这次的行程我们不想照着常规走，而是想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。不同于一般的单车旅行，我们选择靠彼此的力量，用双脚踩出每一段路、每一段风景，亲身去体会那份属于我们的独特冒险。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几天我们一同穿越的壮阔路线。第一天，我们从台湾大学出发，一路骑到宜兰大同，途中穿越了平溪古道，还在秘境里玩水玩到忘我了。最后沿着宜一下滑到宜兰，用一碗芋头冰为我们这次的壮游揭开了序幕。第二天，迎来了众所皆知的挑战——北进武岭，单日爬升高达4600公尺，也是整段旅程中最艰巨的一天。第三天是我们的休息日，我们放下了沉重的行囊，来到南投的五界部落展开一段探索之旅。沿途中，我们经过了 Dirty Formosa 的经典路线，享受了一段既具挑战性又刺激的刮佛下坡。第四天，旅程继续南下，我们来到了日月潭文武庙，将湖光山色一览无遗。接着一路滑到水里、竹山，
也遇到了这次行程的第一场雨。不过在最后40公里，天气逐渐放晴，我们也连续挑战2座大坡，草岭与149甲接169县道，最后抵达了阿里山的奋起湖。最后一天，我们从海拔1600公尺的阿里山出发下滑，经过关子岭，最终抵达台南星光三月。这趟5天4夜的壮游，我们一同踏越台湾的脊梁山脉，写下了一段只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。也要特别感谢我最棒的伙伴浩之，一路上陪我克服了无数挑战与问题。期待你从瑞士交换之旅归来，我们再一起享受骑车的自由与快乐。挤上奇迹就在这边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我是永和彼得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